百期详解紅白機全游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本期的时间轴仍然在1990年12月。在游戏史上，当年的这个时候有一件大事，那就是首届任天堂世界锦标赛。这项赛事从90年3月到12月，覆蓋了大半年的时间，遍布美国29个城市，并在年底的環球影城舉辦總決賽。正是由於這項始祖級的賽事，產生了現在最稀有也是最昂貴的 NES 定制卡帶 Nintendo World Champions， 其中包含了超級馬里奧兄弟、Red Racer 和俄羅斯方塊這3個遊戲的定制內容。不過這並不是本期節目的重點，回到咱們的主題，進入今天的遊戲介紹。忍者龍牙。忍者這個題材多年來在各種遊戲裡被反覆的使用，不過本作是歐美人眼裡東方忍者的樣子，由 NMK 開發 ，Sammy 發布，日版和美版發布的時間差不多。比較罕見的是，日版裡的故事背景介紹用的是全英文，還是老套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在不久的將來，強大的外星人入侵者勢不可擋，在日本，忍者戰士挺身而出與外星侵略者對抗，但最終還是被驅逐出境。一些忍者逃離了日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偏遠地區，但為了奪回家園，他們決定派遣2名忍者利爪和刀鋒去消滅邪惡的勢力。遊戲是橫版的動作類型，有雙人模式，玩家控制主角 A 鍵跳躍 ，B 鍵攻擊，角色是既死的設定，沒有血量，碰一下就直接掛掉。初始的武器是發射手裡劍，場景裡有大量的道具能切換武器的類型，共有4種。手裡劍、鎖連、棍棒和劍，角色只能持有其中一種武器，但當獲得了和當前使用的武器相同的道具圖案時，增加1條生命。本作最大的特色是每種武器除了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還對應一種專屬的變身形態。手裡劍可以變成老虎，老虎的速度最快，跳躍高度最高，但攻擊範圍短。鎖連可以變形為海蠍，在水下游泳的能力強，遠超其他的形態，但陸地上的移動很慢。棍棒可以變形為獵鷹，能在空中飛行，但無法進行攻擊。劍可以變身為巨龍，也可以飛行，變身後處於無敵的狀態，攻擊的威力巨大，但這種形態只能使用1次，而且持續時間有限。遊戲總共有5個關卡，每個關卡分成了2個部分，敵人的形象要麼是一些機械，要麼是動物和機械結合的怪物造型。除了最後一關有2個 BOSS， 前面的4個關卡都是在第2部分的末尾有一場 BOSS 戰。這款忍者題材的遊戲有着相當不錯的玩法構想，不同特點的武器結合不同形態的變身，但遊戲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平衡性被徹底的打破。既死的設定讓玩家控制角色時得小心翼翼，加上場景裡很多敵人的速度和動作都呈現出不可預測性，所以得高度的依賴背板。變身的能力似乎成了過關的捷徑，讓關卡裡不少的設計都變成了擺設，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是遊戲性不高，音畫水平也一般，個人評價2星半。小超人帕門，根據藤子不二雄上世紀60年代的同名人氣漫畫改編的一款遊戲，原著的中文譯名也被翻譯成飛人或者神奇小子。故事講述了普通的小學生須羽三夫在某天無意中遇到負責保衛銀河系的鳥人，被委以重任，成為了保護地球的飛人1號，同時得到了超人套裝的3件套、力量頭盔、飛行斗篷和 PP 呼叫器。為了掩蓋超人的身份，在執行任務時還有一個替身的人偶。不久後還遇到了其他的小超人2號、3號和4號，並成為了同伴。艾瑞姆在紅白機上推出了2款相關的遊戲，本作是第1部。在遊戲裡，鳥人來到地球查看狀況時，他的飛碟卻被風博士偷走。小超人挺身而出，要從風博士的手裡奪回飛碟。遊戲是橫版動作的類型，大部分的時間裡，玩家操控的主角是小學生須羽三夫，也就是帕門1號。基本的攻擊方式是出拳，或者像馬里奧一樣跳起來踩踏敵人。當獲得 Power 的道具能強化攻擊的威力，有3段升級，拳頭釋放出衝擊波。武器還有一種細胞變形槍，獲得後朝敵人釋放光波，能將敵人變成小動物。冰激凌和蛋糕這類道具用來回復生命值。
字母 P 的徽章用於關卡末尾的 BOSS 戰。收集這些徽章，每關最多能找到4個，數量顯示在畫面的左下方。每關的場景裡都可以找到一扇門，進入後是玩迷你遊戲。在基礎的關卡，迷你遊戲是找不同，在限定的時間內找出左右兩邊圖片裡的不同點。在偶數的關卡是一個類似打地鼠的小遊戲，限定時間內敲打萬惡協會會長的腦袋，同時避免打中同伴。贏得迷你遊戲能得到獎命等特殊的獎勵道具。總共有7個關卡，除了最後一關，前6關的 BOSS 戰都採用了棋盤遊戲的形式，扔骰子，根據骰子的點數走格子，先到達終點或者將 BOSS 的血量降為0就算過關。棋盤上停在空白的方格是普通攻擊， Power 的方格是強力攻擊，冰激凌回復血量，問號的格子發生隨機事件，字母 P 的格子消耗關卡裡獲得的徽章，召喚同伴來幫忙。3個同伴的作用有大攻擊、小攻擊和回復，但同一個同伴在不同的關卡裡的效果並不一樣，需要自己嘗試。如果敌人走到字母 P， 會夺走1枚徽章。特定關卡裡還能使用作弊骰子。此外，在第3關和第5關能選擇帕蒙2號作為操控的角色，它是一只叫做布比的猴子，擁有更強的跳躍力，有專門屬於猴子的特殊道具香蕉，拿到後一段時間內形成保護屏障。最後一關是一場動作類型的 BOSS 戰，主角要戰勝駕駛飛碟的風博士。這是一款很難讓人討厭的遊戲，藤子不二雄的漫畫改編的這種2D 風格，角色的形象都很合適，配合上 BGM， 玩起來氛圍相当的輕鬆。游戲的內容比較豐富，幾種形式相結合，每個關卡裡都有獨特且富有趣味的小設計。不過動作部分的難度偏低， BOSS 戰採用棋盤的形式比較耗時間，也缺乏技巧，不具備太多的重複遊玩價值。個人評價3顆星。瓦強世界2由 Non-Production 開發，南夢宫發行的瓦強世界系列的第2部作品。上一作的發布時間是1989年2月，在第48期節目裡介紹過。本作的主角仍然是一個外形類似恐龍的機器人，但在設定上卻不是前作裡的角色，而是前作主角的兒子，被稱為瓦強2世。他要前往微笑之樹的誕生地，治癒巨樹的疾病。這棵巨樹是整個島嶼的象徵。一開始的劇情裡出現前作特殊的技能瓦強直升機，瓦強2世想要直接飛到終點，但途中因為電池耗盡而墜落，遊戲就從他墜落的地點開始。世界觀和系統玩法都與第1部保持一致，主角是祭司的設定，攻擊的方式是發射音波炮，能震慑敵人，嚇得他們一段時間不能動。此時可以將敵人當作平台，並跳到他們的頭上，拿取场景裡小瓦强圖案的道具。音波炮的威力可以升級，升級後攻擊的文字變大，击暈效果的時間更長，升到4級獲得一段無敵的時間，但無敵狀態消失後，攻擊的威力回到最初的狀態。另外，本作新增加了幾种强化道具，迷你超级瓦强音波，發射強大的音波炮將敵人擊飛；隱形藥水，獲得後身體變得透明，一段時間不會受到敵人的攻擊；迷你瓦強直升機，用尾巴當作螺旋桨，減緩下落的速度。場景裡還有一些隱藏的位置，用聲波炮擊打，可以是特殊的道具，或者是獎勵關和傳送到其他的關卡。和前作一樣，關卡並不是完全線性的，在大地圖上有多條路線可選。在面對 BOSS 時，也和前作一樣，用小遊戲的方式進行對決。除了已經有了2個小遊戲，詞語接龍和神經衰弱的配對，還新增加了另外3種數字搜索，從隨機放置的1到40的數字當中，按指定的順序取出數字牌。聲音版神經衰弱，規則和神經衰弱類似，但要利用遊戲裡的音效進行記憶。石頭剪刀布翻牌，像玩神經衰弱一樣翻開面板，用翻開的圖案來玩石头剪刀布。後2种小遊戲僅在本作當中出現，在後來瓦強世界系列其他的遊戲裡都沒有再使用過。此外，本作裡還增加了像是把彈殼頂在頭頂上用來擊打敵人這樣獨特的設計。相較於初代作品，本作在內容的豐富度上大大的提升，新加入了幾種小遊戲，關卡的總數有36個，
關卡設計上做得更加用心，也有不少有趣的細節設計能帶來驚喜。初代的難度偏低，本作也適當提升了難度，總體上再進一步，是更加優秀的一作。但也有人指出，新加的2种神经衰弱变体的小游戏没有太大的意義。再就是对于國外的玩家來說，沒有日語基礎的話，詞語接龍依然沒法玩。個人評價3星半。暴坊天狗，一款題材相當奇葩的飛行射擊遊戲，主角的形象是一個巨大的天狗面具。遊戲的開發和發行商都是小公司，這也是 Meltduck 這家公司在紅白機上唯一的一款遊戲。除了日版，不久後還推出了美版。美版的遊戲名翻譯過來叫做《殭屍國度》。考慮到北美玩家對天狗的接受程度，主角替換成了巨大武士的頭顱，故事設定也做了修改。日版的故事是來自外星球的邪惡生命體正逼近美國，企圖吞噬整個美洲大陸，大部分人受其影響，變成了失去理智的亡靈，少數保持理智的人則被囚禁起來。他們的祈禱跨越了重洋，傳到了和平的守護神天狗那裡。天狗運用靈力創造了巨大的天狗面具，前往美國以奪回自由與和平。美版的故事則是一顆隕石墜落在內華達州的沙漠，隕石是名叫達克西德的外星人，他發射磁射線將人類變成僵屍，還能控制包括巨型雕像和傳說中的武士刀修羅在內的眾多武器。武士將軍納馬庫比前往美国，要奪回武士刀並拯救這場危機。開始的畫面先在美國地圖的4個地點選擇關卡，還有簡單和困難2種難度可選。進入關卡後是橫版射擊的形式，但玩法和大部分同類遊戲有些不同。方向鍵控制天狗，有一個所謂的慣性加速系統，按住方向鍵移動的速度會加快。困難的難度下慣性更大。B 鍵發射普通的子彈，同時進行對空和對地攻擊，射出來的是天狗的眼球和唾液或者是痰液。一開始一次只能發射1顆子彈，強化攻擊的方式是接住從空中掉落喊救命的人們，每營救5個人射擊的次數+1。畫面的右下方跑動的小人和旗幟表示升級的進度，當底部的數字2亮起，就表示可以同時攻擊2次，數字3亮起就能攻擊3次。當營救人數達到了15個，五角星圖案亮起，擁有一次全屏攻擊的機會，按 A 鍵釋放。屏幕的底部一排天狗的頭像表示生命值，不過受到不同的攻擊，損傷的程度並不相同。有時被多次的子彈命中，只損失1個生命，但如果發生某些碰撞，可能直接消耗1大半的生命。回復生命值的方法是不斷的獲得分數，每達到一定的分數回復1個生命。總共有5個關卡，除了前4個可選的，還有一個最終 BOSS 關。在場景裡，除了射擊敵人，有大量的建築和牆壁能夠摧毀，破壞通常也是很必要的。背景裡還時不時的出現陷阱需要躲避。第一關在紐約，有大量的摩天大樓， BOSS 是自由女神像，會從臉上發射子彈，還會用手中的火炬噴火。 BOSS 戰是看不到生命值的。而美版裡這關的 BOSS 改成了美杜莎的形象。第二關在科羅拉多大峽谷，有連綿的山脈和頻繁的雷電，後半部分出現瀑布。 BOSS 是西方傳說中的巨人保羅班揚，攻擊的方式是衝撞和投擲能彈跳的斧頭。第三關在西部的軍工廠，前半部分的場景噴出大量的煙霧，後半部分在工厂的內部。 BOSS 是一座巨大的移动核電站，像是巨大的移动堡壘，占据了好幾個屏幕大小。第四關來到北部洞穴，有很多機械類的敌人。 BOSS 是金星巨蛇，有4個移动的小頭，發射彈幕攻擊。最後一關面對最終 BOSS 外星人，很經典的形象，他的武器是圍繞身體旋轉的水晶球，擊敗他遊戲通關。這是一款很難用常理來評判的遊戏，除了奇葩的主題，由于不尋常的慣性手感、不確定的傷害數值和主角巨大的貼圖，導致遊戲的難度很大。關卡設計和畫面風格都很有特點， BGM 也充滿了動感。個人評價3顆星。必殺逝世人，根據當年同名的人氣電視劇改編的遊戲。必殺逝世人是一部時代劇，相關的系列劇集很多，時間的跨度也比較長。
本作改編對應的劇集是1979年到1981年播出的，遊戲由眼鏡廠發行。在江戶時期，有一些秘密的行業，例如殺手和商人。當有了無法通過其他的方式解決的冤屈，他們會進行報復。刺客團隊只會在同意這個人必須死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工作，從而殺掉那些他們認為犯下了不可饒恕罪行的富人和權貴。遊戲裡玩家扮演的主角是中村竹水，也是電視劇裡的主角。本來已經金盆洗手，卻又重返江戶。當一個村子被襲擊之後，殺手小隊被召集到現場，兒童們被綁架。深入調查後，卻發現了更大的陰謀。遊戲本質上屬於文字冒險類，但大量的採用了類似勇者鬥惡龍的 RPG 形式。通常情況下，在場景裡是和 RPG 類似的俯視角探索和移動。按 A 鍵調出菜單，只有3個指令：對話、調查和使用物品。當遇到重要的人物時，切換到人物的特寫畫面，這時就成了文字冒險的形式。上下2個信息欄顯示對話的內容，在左側的指令欄裡選擇指令，可以進行特定的談話、展示物品、調查或者威脅。也有一些簡單的戰鬥場景，採用回合制的指令形式，像是遇到忍者時，3個指令分別是攻擊、防禦和隱藏。如果隱藏成功後發動攻擊，能造成額外的傷害。流程分成4個章節，整個的過程中，其他殺手团队的成員也會登場。所有出現的重要角色都根據電視劇裡演員的形象，用漫畫的風格呈現出來，非常傳神。關鍵的一些劇情還專門繪製了圖片來呈現。在最後的刺殺環節是控制團隊成員們連續的戰鬥。作為電視劇改編的一款遊戲，本作還是有些特色的，用了角色扮演和文字冒險相結合的方式，很容易上手和推进，還有貼合原作的漫畫效果和故事。不過遊戏的體量不大，流程較短，個人評價3顆星。傑克與魔豆由 Non-Production 開發，阿斯米克發行的一款動作遊戲，改編自經典的童話故事。遊戲只發行了日版。作為西方的經典童話，應該在歐美更加流行。遊戲原計劃要推出美版，但最終被取消了。玩家扮演的主角就是傑克，戴着一頂破草帽。不過在遊戲裡的情節並不是童話故事裡那樣找到下金蛋的鵝，而是救出公主。誰讓它是一款 FC 遊戏呢？橫版的场景裡操作還是一樣 ，A 鍵跳躍 ，B 键攻擊。攻擊的方式是發射魔法豆。对于大部分的敌人來說，魔法豆並不能將其消滅，而是短暫的擊暈。連續的擊打敵人可能掉落物品，有可能是金幣這種分數道具，也可能是強化類的道具。強化道具有2種，豌豆圖案的升級魔法豆的威力。不過正如前面提到的，大部分的敌人只要1顆魔法豆就能打暈，所以威力升級主要是針對 BOSS 有效。BOSS 的特徵並不明顯，通常就是體積大一些的敵人。另一種是強化跳躍力的彈簧，獲得之後跳得更高。遊戲裡的場景有大量連續向上的平台，強化跳躍能節省不少過關的時間。這2種強化道具都能提升2段，如果受到傷害會失去強化的效果。主角一開始的生命值只有1半，收集愛心道具能增加生命值。遊戲有5個不同的主題場景，關卡數量有10幾個，不同的主題對應的關卡數量並不一樣。像是地面的主題就只有第1關，第2個主題攀登巨大的斗徑，對應的關卡非常多，幾乎佔去了1半的遊戲時間。在場景裡找到門進入就相當於過關。下一關開始前會顯示當前的魔法豆和跳躍的等級，右邊還會有下一個關卡通行方向的指南。大部分關卡之間還有獎勵小遊戲，有3種不同的類型：踩着雲朵上下移動，射擊從右邊洞裡走出來的敵人；在屏幕的底部移動，接住畫面上方的老鼠扔下来的金幣。第3種還是踩着雲朵上下移動，但射擊的是不斷掉落的物品，還要避免擊中骷髏。如果表現得好，會有一個仙女出來獎勵主角1顆愛心。攀登到斗徑的頂端擊敗 BOSS 後，下一個主題是巨大的蘑菇，形式和斗徑差不多，也是多層連續向上的平台。然後到第4個主題飞空海盜船，這個場景時間很短，通過海盜船進入最後的空中城堡，從城堡的底部再向上攀登，經過多個關卡到達城堡頂端，
消滅最終 BOSS， 救出公主。在90年底看到這樣一款動作遊戲，有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它更像是紅白機中前期的技術做出来的內容。游戏的難度並不低，主要来自于场景裡很多连續向上的窄小平台，而且跳躍的动作不好把握，加上敌人的干擾，操控主角時得非常小心。反复的類似設計很容易讓人不耐煩，這也再一次說明了，並不是難度越高就越好玩。個人評價2顆星。戰鬥棒球，年底檔期怎麼能少了棒球遊戲？這是 IGS 開發發行的一款棒球。這家叫做 IGS 的公司在之前的節目裡有提到過，不是星象電子，而是一家日本早年的遊戲公司，英文縮寫恰好相同罷了。這是一款標準的棒球遊戲，在這個時間點，一家小公司還能推出新款的棒球，只能說佩服他們的勇氣。先來聊一聊本作的特殊之處。當年遊戲發售時有2個不同的版本，一種是卡帶同捆附帶一個戰鬥盒子，另一種只賣卡带。戰鬥盒子屬於小型的外設，將它插入主機的擴展口，可以當做記憶卡。遊戲裡有一個模式是挑選球員組建自己的隊伍，保存數據後用自己的隊伍和朋友進行对戰，也就僅此而已。其他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大部分棒球游戲裡標準的，沒有聯賽模式，除了常規的單場比賽，再就是用自己創建的球隊對戰的選拔賽模式，最多同時創建9支隊伍。在常規模式裡有12支可選球隊，4個可選的球場。比賽的玩法和操作方式也和傳統棒球游戲一樣，進攻時 A 鍵擊球，輕按是短打， B 鍵結合方向鍵盜壘。防守時投手 A 鍵投球，結合方向鍵投出不同的球路。控制守備隊員的時候按 A 鍵結合方向鍵，可以做出跳接和側撲的動作。初步的看來似乎又是一款沒有什麼特色的普通棒球遊戲，但上手玩了之後會發現體驗不佳，畫面、人物動作的設計都顯得相當的原始，音效更是簡陋，基本的擊球、投球和球的模擬做的都比較差。個人評價2顆星。冰城傳奇未知的故事。在創世紀、巫術、魔法門之後，冰城傳奇終於也登陸了。自此，早年西方的經典 RPG 系列就已齊聚紅白機平台。本作是冰城傳奇的初代，原版是1985年由 Interplay 開發 ，EA 發布在蘋果的 Apple II 上，後來也推出了眾多的移植版。紅白機的日版和美版分別由玻璃佳音和富士產經國際發布。遊戲的英文原名是 The Bard's Tale Tales of the Unknown， 直譯的話應該是吟遊詩人的傳說之未知的故事。早期的命名實際是未知的故事系列，吟遊詩人的傳說只是副標題，但後來副標題的知名度更高，因此就沿用成了系列的正式名稱。初代的故事是邪惡的黑暗巫師曼加爾威脅着一個名叫斯卡拉布雷的寧靜小鎮，曼加爾施展了永恆寒冬的魔法，將周圍的土地冰封，使得小鎮與外界徹底隔絕。玩家扮演的主角們踏上旅程，以打倒曼加爾為最終的目標。遊戲開始時要組建6個人的隊伍。紅白機版的角色職業包括了戰士、盜賊、獵人、吟遊詩人、術士和巫師。核心的玩法是類似巫術的第一人稱 3D 地牢探索，不過也有該系列自己的特色。小鎮也是用第一人稱 3D 的方式進行探索，並且連通到野外和多個地牢。探索時，畫面的右側呈現局部的地圖。小鎮上除了傳統的旅店、裝備店，還有一個審查委員會，角色升級必須來到這裡。普通的戰鬥大部分是隨機遇敵，回合制的形式。隊伍的前排3個人近戰攻擊，後排3個可以使用法術。除了一些常規的法術，也有召喚類法術可以使用。不過按照遊戲的名字，吟遊詩人這個職業才是系列最大的特色。他在遊戲裡的地位不可替代，少了這個職業無法通關。他們的魔法歌曲相當於持久的法術，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影響隊伍，像是強化護甲或者提升速度等等。遊戲中的一些影響流程推進的謎題，也必須借助吟遊詩人的歌曲才能解開。每首吟遊詩人的歌曲都會在演奏時觸發相應的音樂。初代作品裡的地牢有地窖、墓穴、城堡等場景。
最後要前往曼加爾之塔擊敗最終 BOSS。這個紅白機的移植版受限于容量，相比原版砍掉了不少的內容，也有些修改，地圖場景縮小了。原版的法術種類相當多，這裡也刪掉了一部分，而且還少了幾種可選的職業。但是放在紅白機上仍然算是宏大的遊戲，在當年沒有接觸過原版的日本玩家群體中反響不錯，後來還推出了2代的移植版。在2018年電腦端推出了3部曲的重製版，更適合現在來遊玩。個人評價3顆星。大怪獸德普拉斯由 Data East 發行了一款策略模擬類的作品，遊戲以怪獸作為主題，很多的設計都是對著名的怪獸電影和特攝劇的搞笑模仿，像是怪獸德普拉斯就是哥斯拉和初代奧特曼裡的怪獸戈麥斯的混合體。1998年，一顆巨大的陨石墜落在東京灣的南部，隨後一場強颱風襲擊了東京，颱風將一枚巨大的鳥蛋衝上了海岸。由山根博士等人領導的研究表明，這枚蛋屬於一種名叫巴賴龍的古代鳥形生物，決定將其運往特定的地點進行孵化。就在這時，巨型怪獸德普拉斯從海裡出現，登陸東京，似乎是為了追尋龍蛋。為了保護龍蛋，地球防衛軍向德普拉斯發起了攻擊。遊戲的基本玩法是在一張策略地圖上控制地球防衛軍的坦克和飛機等軍事單位阻擊怪獸德普拉斯，同時要將龍蛋運送到地圖上標記的地點。後面關卡的目標也有阻止怪獸到達特定的位置，或者是消滅其他的敵人。如果怪物移動到龍蛋的同一格，或者怪物進入特定的區域，就算失敗，遊戲結束。運送龍蛋的載具，每個回合可以移動的點數根據精神輪盤來決定，也就是類似於扔骰子的機制，點數在1到6點之間。遊戲過程中，防衛軍的地圖操作員和戰鬥操作員會就戰鬥做出解釋，人物的表情豐富，還有些對話的內容，其中有不少搞笑的橋段。當我方單位和怪獸發生戰鬥時，以播放動畫的方式展現，動畫做的都相當生動。大部分的情況下，對敵方怪物無論造成多少傷害，都無法將它擊敗，但降低怪物的生命值能減緩它們的移動速度。我方的單位也可以利用地形優勢進行戰鬥，像是在城市或者工廠等區域能提升防禦力，單位也可以返回基地恢復生命值。但如果基地被怪物破壞，將無法使用。总共有16張地圖，中間会有一些分支路線，因此通關並不需要完成全部的地圖。在地圖上配置的單位類型和數量是固定的，這方面没有什麼自由度。我方的單位類型共有20種左右，地面部隊就有10幾種，加上5種空中單位和2種海上的戰艦。操控這些單位時都會呈現生命值、攻擊和防禦等屬性特徵。後面的關卡裡，敵方除了怪獸，還會出現外星人部隊的 UFO 和 UGO， 有些關卡的目標是要將它們消滅。這款策略模擬遊戲算是相當的另類了，題材、玩法、遊戲的呈現方式都很有特色，同時期很難找到和它類似的。但由於打怪獸這種不對等的設計，又是固定的戰力配置，再加上幾種隨機的元素，作為策略模擬類型，幾乎談不上什麼平衡性，也沒有什麼深度，並不適合策略遊戲的硬核玩家。個人評價2星半。家庭棒球91，南夢宮的年貨遊戲又準時在年底檔期發布了。這是家庭棒球系列在紅白機上的第6部作品。應該說，在這個時期，南夢宮的棒球系列已經坐穩了紅白機上該類型的龍頭位置，連續幾年都是最熱門的棒球遊戲。隨着同時期16位主機競爭的全面展開，大部分的廠商也都轉戰到了新主機上推出棒球作品。南夢宮在紅白機上已經沒有了能威脅其地位的對手，很顯然，他也不会在這個年貨遊戲上冒險去做重大的革新。相比於上一版，最大的改變是再次重新制作了所有的音樂，角色的聲音也採用了合成語音，取消了聯賽模式，改回了更早版本裡使用的循環賽模式，有全壘打大賽的玩法，看誰能擊出最多的全壘打。可選球隊的數量14支，4個可選的球場。上一作裡加入了原創非標準球場的設計，很受歡迎，於是本作繼承了這個設計，
但原創的球場從之前的大草原變成了玉米地，比標準的場地要小。另外新增加了一项功能，允许玩家在首發陣容確定之前，能和其他的球隊交換隊員，最多交換4人，但只有能力相近、位置相同的球員才能交換。比賽裡的內容有些微調，球员的屬性裡新增加了防守能力和臂力，投手的体力消耗也改为了針對击球手的數量而非投球的數量，使得比賽更加容易完成。某些投手特殊風格的投球也有所强化。总的来说，还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做保守的調整，和现在的体育類年货游戏一樣，时间長了之後不能期待它有什麼令人驚喜的變化。個人評價3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節目再見。